太奶奶，你去哪里了？贝贝搂住老太太的脖子。这2天我醒来都看不到太奶奶，晚上就找妈妈，白天她是找太奶奶。太奶奶有点事出去了，明天开始，贝贝醒来就能看到太奶奶的了。老太太宠溺地道，以后太奶奶要出门，都带着我们贝贝哈，再不让贝贝一个人在家里了。贝贝松开了搂住老太太脖子的手，认真的问：太奶奶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太奶奶最疼你了。贝贝欢喜的笑，我最喜欢太奶奶了。看到战月，他又欢喜的叫喊：八叔，抱抱。战月从老太太手里抱过小丫头，逗着她：贝贝不喜欢八叔吗？喜欢，是最喜欢吗？小丫头闪烁着大眼睛看着战月，似是在纠结说真话还是撒谎。最后她还是说了实话，不是最喜欢的，不过所有叔叔我都喜欢。众人都笑。商太太逗她：贝贝，你跟姨婆说，你最喜欢那个叔叔？我最喜欢爸爸妈妈、太奶奶还有哥哥。叔叔，我最喜欢二叔，因为天天能看到二叔。小孩子嘛，自是谁陪他多，就最喜欢谁。二叔天天能看到，天天能抱他，逗他开心。他最熟悉的也是最喜欢的，自然就是二叔了。战月垮着俊脸，贝贝不是最喜欢八叔呀。以后八叔也多挤点时间陪贝贝玩好不好？小丫头点了点头。阿莹，你孙子呢？老太太问着商太太，两个人一起往主屋走去。贝贝被他八叔抱着，大的上幼儿园了，小的跟妈妈回了娘家。我才能耳根清净点，还是贝贝好带。小女娃软萌软萌的，就是听着她问10万个为什么都觉得舒服。贝贝现在是很多为什么的了，就这段时间说话才利索点，小嘴儿就叭叭个不停。老太太夸着孙女能说会道，还好不像她爸爸阿英话不多，像彤彤才活泼。战月说道：大哥现在话很多了呀。那是在家人面前，小时候他话是最少的了。家里来客人了，他顶多就是打声招呼，然后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的，别人问一句才会说一句。商太太笑道：战印小时候是那样，贝贝的样子倒是随了战印居多，也有点像彤彤，是集了爸爸妈妈的优点来长。那是咱们贝贝会长。进了屋里坐下后，佣人上了热茶。老太太又问：怎么不见你家老商？不用带孙子，他早就出去钓鱼了。现在迷上钓鱼，一天不去钓鱼就浑身不自在，有时候还叫我跟着去，说他钓鱼。我烤鱼当场吃完再回来。商太太嫌弃地道：他钓的那些鱼小小的一条，烤着吃都吃不了2口，浪费我烤鱼的功夫，还不如直接让人买好食材，在院子里烧烤呢。老太太说道：什么时候吃烧烤？你叫上我，我好久没有吃过烧烤了。商太太：等入冬吧，天气冷了，再吃烧烤。不过你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还是要少吃点。没事，我才去医院体检完，医生都夸我身体好，说我的检查报告比很多年轻人的都好呢。战月说道：奶奶想吃，我们在家里也能吃，不过还是像凤姨说的，入冬了再吃吧，现在天气还热着。管城入冬晚，现在也就是晚上和早上有点凉爽感，离冷还早着呢，11月才会慢慢有点冷意，冷也冷不了几天，又会气温回升。在管城过冬，厚外套都派不上用场，人多热闹呀。商太太笑道：到时候我们都去你家里和你老人家一起吃烧烤，就热热闹闹的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老八，贝贝给我，你回去上班吧，今天又占用了你半天时间。老太太话锋一转，催着战月回去上班。战月说道：我还想留在凤姨这里吃过午饭再走的呢。奶奶不让我留下来吃饭吗？就是来都来了，就留下来用过午饭再走。商太太也是想留战月吃饭。战月说是那样说，她并不是真的想留下来，
放下茶杯后，他起身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凤姨，我开玩笑的，公司里还有要事，我得先回公司一趟。中午又有饭局，下次有空过来，我就一定赖在凤姨这里吃饭。”两家成了亲戚后，来往密切，处得像一家人一样，商太太也不留他，笑道：“那行，你先忙，改天有空过来再吃饭。”他让管家送战月出去。等战月走后，商太太问老太太：“听彤彤说，你们家老八有动静了，是个医生，那女孩子怎么样？”“是个医生，他一家人都是当医生的，人还不错，颜值不能说很高，老八倒也配得上他。只要老八喜欢就行，我是无所谓的。那么多孙媳妇了，就算有个孙子带个男人回家，我都能接受了。”商太太扑哧的笑，老太太说的潇洒：“真有人带个男人回家，你能急得嘴巴长泡？当初我老二一直不恋爱，我也说过那样的话，只要他肯结婚，哪怕带个男人回来，我都认了。那是说说而已，真带个男人回来，就不是那样想的了。好在我家老二是个正常的孩子。”彤彤说：“老八还没有表白，是最近才看上的吗？”老太太答道：“我是最近才知道的，他应该是上个月就看上了吧。他上个月初出了一次车祸，受了点伤，住进医院的事你是知道的。小雅恰好是他的医生，他对人家一见钟情。本来不想住院的他，后来都想在医院常住了，住了10来天的院，几乎是被医院赶出来的。有了喜欢的人，多赖几天，哈哈，正常。你们家的孙子都是那样，应该说有了心爱女人的男人都差不多吧。太奶奶，我饿。”贝贝听不懂两人的聊天，他自己玩了没2分钟，就走到老太太跟前，说他饿了。贝贝饿了，那咱们吃粥好不好？商太太连忙起身往厨房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“彤彤说贝贝现在还是吃软食的多，我去接他之前就让人熬好了粥。贝贝长牙比一般孩子都要迟，现在吃饭暂时吃不多，所以还是给他熬粥吃。他们家的孩子不缺营养，但贝贝长牙就是迟一点，没有哥哥们长得那么快。喂，贝贝吃饱了。”老太太就接到了大儿媳妇打来的电话：“君夜，老七的彩礼还没有准备好吗？”老太太一接通电话就问着唐君夜：“你们去了那么久，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跟我说一声。”唐君夜陪着笑脸：“妈，我这不是打电话给你了吗？我们也不是没有打过，每周至少打5次电话，1周7天，有5天打电话的，真不算少的了。老七的彩礼准备好了，打电话给妈，让妈去帮老七重新挑个好日子，我们好去下聘，等他们办完了订婚宴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”唐君夜在和老太太通电话时，贝贝听到了自家奶奶的声音，立即凑过来，用着软糯的声音叫喊：“奶奶，奶奶！”“哎，贝贝也在啊，贝贝，奶奶可想你了，想你想得发疯。”唐君夜也是真的想念唯一的孙女儿，碍于老七的大事还没有办妥，他不好回来，1周打5次电话，既是向老太太禀报老七彩礼的进展，也是想和老太太视频看看她的宝贝孙女。“奶奶，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贝贝问道。他只知道爷爷奶奶还有叔公叔婆都出远门了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们，只能通过手机看看。爷爷奶奶过段时间就回去，贝贝在家里跟着太奶奶，可要听话哦。“我听话，爷爷呢？”唐君夜当即叫丈夫过来，将手机递给丈夫，说道：“贝贝问起你了。”战丽蓉那个开心呀，接过手机放到耳边，听到孙女那软软的声音，笑容就爬满了她的脸。贝贝想爷爷了呀，爷爷也很想贝贝呢。贝贝真棒，爷爷出门时你说话还不是很利索，现在说话很利索了，也会说很多话了。战丽蓉感叹孙女进步真大，从侧面说明他们去阳城的时间是有点长，主要是老七的彩礼单子太长，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长辈去了阳城，
才在阳城买的2座城市距离太远了，从管城带过去不是很方便。故而长辈们只带了最贵重的过去。去了阳城后，又要了解一下阳城那边的风俗习惯。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兰若若是阳城人，肯定要顾及到阳城的风俗，不能让兰若若被别人笑话，别人有的，兰若若也要有，兰若若有的，别人不一定有。老太太在一旁说道：“很快就到了贝贝2周岁生日，你们可得回来帮贝贝过生日。贝贝是年底出生的。”战丽蓉说道：“妈，我们肯定会回去帮贝贝过2周岁生日的，这不是还有2个月的时间吧？妈别说很快，我会紧张的。2个月眨眼就过去了。”战丽蓉笑道：“是，妈，你先让人帮老七挑个好日子，我们这边把老七的大事办妥了就回去，等到办婚礼的日子再过来。老七在这里买了房子，也算是有个家，婚礼就在这里办了，利民夫妻俩也是这样想的。到时候我们家的亲戚统一包机过来就行。他们都觉得战维在阳城生活了几年，又在这里买了大别墅，等于是在阳城安了一个小家，婚礼就在阳城办了。战家的亲朋戚友他们会出钱包机去阳城喝喜酒，我们在阳城这边又买了2栋大别墅，到时候办婚礼了，亲戚朋友过来也有地方住。老太太说道：“行，我等会儿就打电话给大师的徒弟，请他帮老七挑个好日子过礼，办了订婚宴，让他们俩去领结婚证，婚礼在1个月左右办。才买2栋别墅够住吗？可以多买几栋，我们这边到时候会去很多人。”贝贝见太奶奶要大声说话，懂事的将手机还给了太奶奶，她则是爬上了老太太的大腿，坐在老太太的怀里，这样她太奶奶和爷爷说话，她能听清楚。战丽蓉说道：“够得了，老七名下都有2栋别墅了，他新买了1栋离兰家很近的，说婚后就住在那里，方便若若回娘家。要是不够住，到时候安排一下住酒店了。他们是这样计划的。准亲家也说过，婚礼时战家这边过去的亲朋微友，他们也能安排住处。老太太恩着，你们安排好就行，只要不丢脸就行，这可是老七的人生大事，疏忽不得，务必办得妥妥当当的，风风光光的娶若若过门。几个孙子办婚礼，除了老大战印的婚礼办得最隆重，后面几位孙子的婚礼就都是一个级别的了，不会亏待他们任何一人。妈，你就放120个心吧，我们这么多人过来，你还怕办不好吗？咱们家又不是第1次办喜事，我们早就有经验。老太太笑：“你们办事我还是放心的，让你媳妇听电话，她应该还想和贝贝通电话。”战丽蓉说道：“贝贝不想和爷爷通电话吗？贝贝还能聊电话了呀，让我和贝贝通电话。”旁边传来了战二爷他们的声音。他们去阳城之前，小丫头说话都还不利索呢，现在居然能在电话里聊天了，一个个都抢着手机要和贝贝通电话。小丫头也不偏心，跟每一位长辈都说了话，就是聊天内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。好不容易结束通话，老太太的手机都发烫了。等老太太放下手机，商太太才笑问：“你们家老七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？彩礼准备好了，叫我重新挑个日子过礼。办完订婚宴，他们就先回来，等到婚礼时再过去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请大师选好日子后，就给你们送请帖了。婚礼是在阳城办吗？”“在那边办。若若是土生土长的阳城人，就在她熟悉的环境办婚礼，她也能自在一点。虽说兰若若来过管城，但她对管城还是陌生的。管城这边的人，她基本上都不认识，会不自在。反正老七在那边置办了家产，也在那里工作，生活了几年，那里也等于是他的家，在那边办婚礼也没什么。我们这边的亲戚，到时候我战家统一包机过去，他们也买好了房子，敢请你们过去喝喜酒，
就一定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商太太说道：“这些小事情，我们从来都不担心。你们战家是真的很体贴女方。”商太太叹服，主要是孩子在那边生活，也熟悉那边的圈子了，在那里办婚礼也合适。商太太点头，是这个理。太奶奶，我困了。小丫头到点午休了，她打着呵欠，然后小身子就往老太太身上靠去。老太太抱着她，宠溺地道：“睡吧，太奶奶抱着你睡。”商太太担心累着老人家，伸手想抱过贝贝，说道：“老太太，让我抱着贝贝入睡吧。你抱他抱了那么久，别累着，毕竟是90岁的老人家了，体力不如年轻人。”老太太问着贝贝：“贝贝，姨婆抱你睡好不好？”小丫头此刻也不挑人，商太太伸手过来，她就让商太太抱了。没2分钟，她就安然入睡。商太太轻声说道：“贝贝就是比我孙子好带，再怎么好动也没有那些小子那样调皮。那是贝贝可聪明可懂事了。”老太太夸起自家曾孙女，那是一点都不吝啬。我先打电话给大师，请大师帮我家老七挑个好日子。这一次挑日子就挑2个了，一个是过礼的，一个是办婚礼的。之前挑的日子有些已经过去，或者太近紧张，或者太远，老七可等不及了。这边老太太打电话请大师重新挑选好日子。那边的战维正捧着一束鲜花下车，往蓝氏集团办公大厦走去。现在2家公司开始洽谈合作的事，他就每天借口过来谈合作的事，其实是来看他心爱的人儿。长啸私底下和太太吐槽，说认识战维那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知道战维原来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。现在公司很多事都交给他处理了，累死他。常太太只能哄着丈夫，说等战维和蓝若若结了婚就好了。长啸说战维结了婚还要去度蜜月呢，等度蜜月回来，离过年也不远了。常太太继续哄着丈夫，他是阳泰公司的创始人，理应多付出一点，这几年都是战维打理公司，他这个始终人也不能一直当甩手掌柜的。其实常太太也盼着战维早点结完婚，早点恢复到从前的工作效率，那样他夫妻俩就能继续轻松的过好日子。长啸说等战维办好人生大事，他一定要远离公司，每个季度拿分红就行了，其他事他一概不管了，管一点事，战维就会将整个公司都甩回给他。他真不是经商的料，要不是战维重新布置的管理团队，他都应付不过来。战维虽说经常往蓝氏集团跑去公司的大事，他还是会做出安排的。战维心里也清楚，不能完全指望长啸这个创始人。战总，战总，一路而入蓝氏集团的人看到战维，都笑着和他打招呼。对于他天天都要来一趟，他们早就习惯了。以前战维和蓝若若还是死对头，战维都会出现在蓝氏集团呢，只不过那时候是过来和蓝若若斗的。2个人斗得最厉害时，战维是真的跑到蓝氏集团来和蓝若若拍桌子，蓝若若也没少跑到阳泰去拍战维的桌子。阳城商界的人都以为2人会一直斗下去，斗到他们老，斗到他们死的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能成为一对恋人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2家公司也能化敌为友，让大家跌破了眼镜。战维回以微笑，坐着电梯上楼，走出电梯看到蓝若若的秘书后，他问秘书：“若若在吧？副总刚开完会回来，战总来的正是时候，你若早来5分钟都得等着。”秘书严重怀疑战维知道他家副总的行程安排，每次过来都恰好是副总忙完一件事之时，有点时间接待他。战维笑着：“那我来的真是巧。”他抱着花束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抬手敲了敲门，得到了蓝若若的回复，他才推门进去。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蓝若若抬头，唇边挂起了笑容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。”
蓝若若笑道：“每天都能见面，还用看呀？我恨不得时刻和你在一起。”战维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将那束鲜花递给他，含情脉脉的：“若若，这束花送给你。”蓝若若起身接过那束花：“你一天送上3次花，我这里都快要被鲜花包围了。习惯了，我就是希望你每天都被鲜花包围，心情美美的。我现在天天都心情很美丽。”他放下花束，绕出办公桌，带着战维走到待客区的沙发上坐下来：“我去给你倒杯水。”“不用，你坐着，秘书说你刚开完会回来，肯定累了，你休息休息。我自己来就行，又不是第一次过来。”战维不让他起身去倒水，他天天都来他这里报道，对于他的办公室早就熟得如同他的家一样。他自己去倒水，还给蓝若若也倒来了一杯水，再去洗了点水果，拿了点吃的。蓝若若看着他自然得很，说：“他感觉我才是来做客的，咱们俩还分彼此吗？”战维将水果和点心放到他面前：“这些水果点心你要趁新鲜吃，吃完了我再送过来。”没错，现在蓝若若茶水果里的茶叶、咖啡豆、水果以及各类点心全是战维送来的。我哪能吃那么多？你送的太多了，我分给我哥还有其他人帮忙吃，才能吃完你一天送过来的量。蓝若若抱怨他送的太多，心里却甜丝丝的。2个人成了恋人关系后，他尝到了什么叫做爱情甜蜜的滋味。战维是真宠他，对他也是掏心掏肺的好，怪不得知道战维喜欢他后，父母家人都催着他赶紧和战维把婚事定下来，怕横生枝节，战维被别人抢走。这个男人是真的很好，当然了，他气人的时候也真能气死人，以前无数次被他气死，现在又被他宠在心尖上。有时候想想2个人的关系转变，蓝若若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吃不完就分给大哥他们尝尝，间接的也能帮我在大舅哥面前刷好感。蓝若若说道：“我大哥现在和你称兄道弟的，好的像亲兄弟了，你还需要不停刷好感吗？需要的要一直刷好感，让大哥不后悔将你交到我手里。”